在一个宁静的日本小村庄，清晨，85岁的佐藤奶奶已经神采奕奕地起床了。她慢悠悠地推开纸拉门，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然后到小菜园里摘下一把新鲜的蔬菜，准备早餐。别看她年纪大，动作可一点不含糊，煮上一锅味噌汤，烤一条新鲜捕获的秋刀鱼，顺手还拌了碟纳豆，也就是一种发酵大豆制成的食物。佐藤奶奶一边吃着营养丰富的早餐，一边翻开日历。今天又是跟邻居一起练广播体操的日子，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普通又可爱的日常，就是她长寿又健康的秘诀之一呢？日本一直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无论是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骑着自行车去买菜，还是100岁老人们组团庆生的新闻，都不禁让人好奇，日本人为何普遍长寿，而且癌症发生率较低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魔法配方？其实没有魔法，只有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加持。接下来，我们就像侦探一样，逐一揭开日本人长寿、抗癌的奥秘，看看他们到底做对了些什么。如果要给日本人的长寿饮食画一幅画，那画面里一定有大海的蔚蓝、稻米的金黄，还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味噌汤。日本饮食被全球公认为健康均衡，其中的门道可不少。首先，日本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无论是生鱼片、寿司还是烤鱼定时，日本人餐桌上的鱼类频率之高，让世界上许多营养学家连连称赞。鱼肉富含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就像血管清道夫，帮助降低胆固醇和血压，对心脏健康大有裨益。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日本人在心血管疾病上的发病率长期偏低，也为他们的长寿助了一臂之力。除了鱼，日本饮食中的另一位明星选手非大豆莫属。想象一下，一块柔嫩的豆腐滑入口中，或者晨间餐桌上一碟黏糊糊却满是宝藏的纳豆。这些大豆制品不但提供优质蛋白，还含有丰富的异黄酮等植物化合物。据说这些天然物质在身体里能扮演抗氧化卫士的角色，甚至可能对抗某些癌症。例如，有研究指出，亚洲女性由于经常吃豆腐、喝豆浆，乳腺癌发生率一直比西方女性低不少。当然，这并不是豆腐可以包治百病的证据，但至少说明从饮食中摄取植物营养素对健康有益而无害。日本人还偏爱各种发酵食物，这是他们饮食的一大特色。刚才提到的纳豆和味噌就是典型代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纳豆激酶等物质有助于心血管健康，还对肠道益生菌群大有好处。而每天一碗味噌汤里面有发酵大豆的精华，不仅暖胃，还提供了维生素和益生菌。据说常喝味噌汤的人胃癌发生率相对较低，虽然这可能也归功于常喝味噌汤的人整体生活方式更健康，但味噌中的发酵成分或许也贡献了一份力量。此外，像日式酱菜、泡菜这些发酵蔬菜，日本人也吃得勤。这些发酵食品让肠道菌群保持强壮，就像拥有一支强大的免疫部队，守卫健康。当然，说到日本菜，清淡少油少盐也是一大亮点。日本家庭料理里很少见到重油炸的菜肴，偶尔他们也会来点天妇罗解解馋，但绝不会天天吃。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烤、煮、蒸的烹调方式，这既保留了食材原本的味道，又避免摄入过多油脂。至于盐分，虽然日料里也有酱油、腌菜这些咸味元素，但总的来说，日本菜讲究原味，不会大量撒盐重口。这个轻盐少油的习惯有助于控制血压，减少心脏负担，也让身体环境更加清爽不腻。毕竟身体就像一台精密机器，油脂过多容易卡机，盐分过高则可能让水泵压力飙升，长期下来出故障的概率就大了。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日本人对食物多样性和适量的坚持。在日本的传统餐桌上，你总能看到所谓的小碟子文化，也就是一餐多道菜，每样一点点。不管是蔬菜、菌菇、海藻还是鱼肉、豆制品，都各占一小碟，这样既保证营养均衡，又不会过量摄取某一种食物。此外，日本人还有句有名的养生谚语叫腹8分目，意思是吃饭只吃到8分饱。很多日本妈妈从小就教导孩子不要狼吞虎咽吃太撑，要给肚子留点空间。这种节制的饮食习惯帮助控制热量摄入，
避免肥胖，也难怪日本的肥胖率一直在发达国家中名列最低行列。当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为减肥发愁时，日本人靠着祖传的7、8分饱秘诀，已经悄悄把长寿的基础打好了。吃的健康是一方面，活得松弛又积极才是长寿的灵魂配方。日本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慢生活哲学，让生活节奏就像乡间小火车一样稳稳前行。虽然东京街头人潮汹涌，公司白领也经常加班，但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氛围相当友好，从中可以窥见长寿的密码。首先，日本的长辈们往往有着丰富的社交生活，别以为年纪大了就待在家里与电视为伴，其实很多日本爷爷奶奶天天都行程满满。早晨，社区公园里常能看到一群银发老人围成圈做广播体操，那认真劲儿丝毫不亚于年轻人晨跑。做完运动，他们可能相约一起喝茶、聊天，参加各种俱乐部活动，比如插花班、书法课，甚至卡拉 OK 沙龙。这种高社交参与度让老年人感觉自己依然是社会的一份子，心情愉悦，精神不孤独。据说在冲绳有种叫 MOE 的互助小团体，成员从年轻时就定期聚会，彼此照应，一直持续到老。正是这种抱团养老的社交模式，让老人们笑口常开，形成了天然的抗压减压阀。说到压力，日本文化里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叫 Ikigai， 意思是人生的意义或者活着的理由。很多日本老人一辈子忙忙碌碌，但退休后依然找到让自己每天起床充满动力的事情。例如，有的喜欢在自家庭院里种花种菜，把园艺当作生活乐趣；有的每天早上去喂公园里的猫，觉得这是自己不可或缺的使命；还有的重新拿起年轻时的爱好，写写牌剧，拉拉小提琴，找到属于自己的 Ikigai， 就像心里点亮了一盏灯，即使年过90，依然觉得每天都有新期待。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明确的生活目标，对健康长寿有着正面影响。简单来说，心里装着热爱的事，人就更有求生欲和抗打击能力，遇到困难也不容易趴下。此外，日本社会对待老年人的态度也值得一提。尊老敬老的传统在日本根深蒂固，每年的敬老日，全国欢庆，庆祝高龄老人对社会的贡献。社区里经常能见到志愿者关怀独居老人，学校的小朋友也会给养老院的爷爷奶奶送上自己做的卡片。这种受尊重、被需要的感觉，让老年人倍感欣慰，自我价值感飙升，心情自然开朗。现代医学早就发现，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密不可分。老年人心态好，免疫功能也会更强，身体机能衰退得更慢。日本老人因为被社会温柔以待，内心往往更安定从容，这或许也是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适度的身体活动也是日本老人长寿的法宝。且不说那些还在耕田种地的高龄农民，单就城市里的老人也大多保持着每日步行的习惯。日本城市公共交通发达，很多老人买菜、访友都靠走路和骑自行车。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运动积少成多，让他们的身体机能保持运转。一些老人还热衷于太极拳、气功或者日本传统的武术舞蹈。不要惊讶，如果哪天在公园看到一位100岁老奶奶耍太极，搞不好她正是长寿村里的明星呢。有了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长寿的路上已经成功一大半。但还有另一位幕后功臣不得不提，那就是日本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和国民的健康意识。简而言之，日本人在未病先防和小病及时治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先说日本的医疗制度，早在几十年前，日本就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不论贫富，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本人从小到老看病不至于看不起，更不会因费用问题拖到病情恶化才就医。定期体检在日本更是司空见惯，从幼儿园开始，孩子每年都有健康检查。工作后的上班族，公司会安排年度体检，即便退休在家，各地方自治体也会寄来体检通知，鼓励老人去做检查。日本人管这套全面的健康检查叫人间バック。这个词听起来很酷，其实指的就是给人做定期保养，就像船定期进屋检修。通过定期体检，
许多潜在的健康问题都能及早发现，比如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慢病苗头，可以提前采取生活干预或药物控制，不至于发展成严重疾病。对于癌症，日本也有完善的筛查项目，像胃镜检查在日本中老年人中非常普及。因为日本过去胃癌高发，所以很多人定期做胃镜，争取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再比如乳腺 X 光摄影筛查、肠镜检查等，也逐渐成为日本中老年人的常规保健项目。这种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预防理念，让日本人在健康管理上占尽先机。一旦有问题苗头，往往能早发现、早处理，大大提高治愈率和生存率。除了体检，日本人平时的保健习惯也很值得学习。举个简单例子，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就很注意卫生和防传染。感冒了，戴口罩，这在新冠疫情前的很多年，日本就是这么做的。勤洗手、讲究食品卫生等等，也都写进了日本人的日常。这些习惯让他们在传染病防控上效果显著，间接保障了整体健康寿命。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日本人很爱泡温泉和澡堂。别小看泡澡，这是他们放松身心、促进血液循环的一种传统养生法宝。忙碌一天后泡个热水澡，据说有助于降低压力、改善睡眠。这些看似平凡的小细节，串联起来就是一个爱惜健康、主动预防的生活方式。聊完了饮食、生活、医疗，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是不是天生就有长寿基因？毕竟有些家族好像长寿老人特别多，难道真有那么一点老天赏饭吃的成分？科学家确实在研究长寿基因方面有所发现。以冲绳为例，那里的100岁老人比例举世闻名。研究人员发现，在冲绳老人中，有一种叫 FOXO3 的基因变异略为常见。据报道，如果一个人携带了这种基因的特定变体，活到100岁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听起来仿佛得到了神奇 buff 加成，对吧？不过且慢，高兴之前我们得看看全局。首先，这些长寿相关的基因变体在日本人群中的比例也不算离奇到外星水平，只是稍高一点点而已。而且基因只是提供了可能性，真正能否长寿，还要看后天环境和生活方式来兑现这种可能。打个比方，长寿基因就像一颗优秀的种子，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土壤，比如均衡饮食、低压力的环境等，它也长不出参天大树。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特殊的长寿基因，但生活方式超健康，一样可以活到耄耋高龄。日本人在海外的健康数据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佐证。那些移民美国的日本人，随着饮食和生活方式向美国靠拢，患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也上升到接近美国本地人的水平。可见，基因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不良生活方式的伤害。换句话说，日本人之所以长寿，并不是每个人偷偷藏着不老仙丹，而是在好的环境里将先天潜质充分发挥。当然，遗传在某些疾病上的影响不可否认，比如东亚人群在酒精代谢上有一些遗传特征，很多人一喝酒就脸红。这种生理特点让日本人在饮酒习惯上相对节制，间接减少了酒精相关的癌症，比如食道癌和肝癌的风险。另外，一些癌症的发生与家族遗传有一定关系，比如乳腺癌的 BRCA 基因等。但总体来说，日本人的低癌症率更多归功于群体层面的生活方式，而非每个人都恰好抽中了超级幸运的基因乐透。有人打趣地说，只要活得够久，每个人都会得点什么病，癌症尤其如此，因为年龄本身就是癌症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日本人既然这么长寿，那他们真的罹癌率比较低吗？还是说只是相对于其他疾病更少？让我们拨开迷雾，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总体而言，日本的癌症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最低，但相较于许多西方国家确实偏低一点。这一点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乳腺癌为例，美国女性一生罹患乳腺癌的概率大约是1/8，而日本女性过去统计大概是1/30，甚至更低。这意味着，同样活到80多岁，美国奶奶中可能每8个人就有1人得过乳腺癌，但日本奶奶可能30个人里才有1例，差距之大，令人啧舌。这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活方式。日本女性的传统饮食含较少的动物脂肪，
富含大豆、异黄酮，加上普遍较瘦、运动适量，这些都被认为有助于降低乳腺癌风险。反观西方，高脂饮食、肥胖、晚育、少育等因素推高了乳腺癌发病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随着饮食西化和生活方式改变，日本的乳腺癌发病也在上升中。年轻一代比他们的祖辈更爱喝可乐、吃炸鸡，体型也更高大丰满，乳腺癌变得比以前常见了。这提醒我们，低癌症率的护身符并非牢不可破，需要一代又一代坚守健康生活方式才能续效。再看男性，前列腺癌是西方国家的高发癌症之一，但在日本过去相对少见，这可能与饮食中低脂肪、高鱼类以及大豆摄入有关。有研究推测，大豆中的某些成分可能对前列腺健康有益。然而，随着日本男性饮食逐渐洋化，前列腺癌的检测率也有所提高。可以说，癌症谱系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日本也不例外。当然，日本也有自己癌症领域的阿喀琉斯之种，最典型的就是胃癌和肝癌。日本的生腌食品、腌菜和高盐饮食传统，曾让胃癌在日本高居不下，加上幽门螺杆菌感染在亚洲人群中较普遍，以往日本的胃癌发病率远高于欧美国家。好消息是，通过推广胃镜筛查和抗生素根除幽门螺杆菌，近年日本的胃癌发生率和死亡率已经大幅下降。肝癌方面，日本在二战后曾有过一波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人群，很多人在几十年后发展为肝癌，这也使得肝癌在日本曾经偏高。不过随着输血等医疗操作更安全，抗病毒药物的出现，这方面风险也降低了。整体来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全球领先，但他们并非不死之身。癌症仍然是日本人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只不过相对而言，他们更少罹患一些富贵病类型的癌症，比如与肥胖相关的癌症，却在某些传统计时炸弹上做足了预防工作，比如胃癌。因此，日本的癌症总发生率才会看起来略低于一些西方国家。值得强调的是，这是建立在他们严格控烟限酒、健康饮食、积极筛查等集体努力之上的成果。日本男性的吸烟率过去几十年显著下降，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这直接带来了肺癌发病率的拐点下滑。不抽烟、多运动、保持适宜体重、健康饮食，这些老生常谈的防癌之道，日本人确实践行的比很多国家的人更彻底。聊了这么多，干货满满，但如果要你明天就彻底照搬日本老人的生活，未免有点强人所难。别急，我们可以从饮食下手，先学几招长寿吃法。以下是5种值得借鉴的日式餐桌秘诀，不妨尝试融入自己的生活。1. 与你相伴，多吃深海鱼，每周来上几顿鱼吧。日本人特别爱吃鱼，三文鱼、秋刀鱼、青鱼、金枪鱼等轮番上阵。深海鱼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还可能减少炎症反应。长寿老人们的血管通常很年轻，这和常年吃鱼有莫大关系。记得尽量用清蒸或清烤的方式烹调鱼类，少油更健康。2. 大豆登场，植物蛋白更养生。把豆腐、豆浆、毛豆、纳豆加入你的菜单。大豆食品不仅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含有植物雌激素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适量摄入大豆有助于降低胆固醇，还可能对预防某些激素相关的癌症有益。比如，尝试用豆浆代替部分牛奶，用豆腐取代部分红肉，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3. 发酵美味，善待肠道，给肠道一点益生菌的小惊喜吧。学习日本人，每天来点发酵食品，比如早餐配味噌汤，正餐来一小碟日式酱菜，或者偶尔挑战一下味道独特的纳豆。这些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和发酵产物，能帮助维护肠道健康，提高营养吸收和免疫功能。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2大脑，养好它，身体自然更有活力。4. 清淡为王，少盐少油。下次做菜时，试着减半油盐用量，让食材的原味唱主角。日本菜讲究清淡，这正是他们健康饮食的要诀之一。重油重盐的食物吃太多，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反之，清淡饮食可以减轻身体负担。炒菜时少放一勺油，汤里少撒一点盐，
你的心脏和肾脏会偷着乐。5、7分饱原则，细嚼慢咽，吃饭不求快，不求撑，遵循负8分目的智慧，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每顿饭吃到感觉还有一点点没完全饱，就停下筷子。细嚼慢咽可以帮助大脑及时接收到饱足信号，防止过量饮食。长期坚持，你会发现控制体重变容易了，饭后也不再觉得昏沉不适。记住，吃的适量比吃的过多更能让你充满活力的活得久。最后，我们不妨学学佐藤奶奶的生活态度，餐桌上充满感恩和享受，生活中保持好奇和热情。长寿不是奇迹，而是一点一滴好习惯的累积。当我们借鉴日本人的长寿经验，调整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也许若干年后，我们也能精神抖擞地向晚辈们分享长寿秘诀，笑着告诉他们，其实长寿并没有什么神奇秘诀，只不过是清淡饮食加上知足常乐罢了。